麦肯齐·希里拉于2004年8月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斯特朗斯维尔，母亲是娜塔莉，父亲史蒂夫是私立学校的教师。他在 TikTok 和 Snapchat 等平台上表现活跃，努力运营着网红形象。2023年8月21日，19岁的麦肯齐被判处15年至终身监禁的刑期，罪名包括了4项谋杀罪、4项重罪攻击罪、2项加重车辆杀人罪以及持有犯罪工具和违禁药物罪。麦肯齐听到判决之后，当庭痛哭，泪如雨下。旁听席上的受害者家属却认为这个判决过轻，表示出不满情绪，而媒体则直接将他称呼为车轮上的恶魔。就在今年5月，网飞上线了一部关于麦肯齐的纪录片《青春撞击》，将这个案件再次带回了公众视野，引发了巨大的舆论风波。麦肯齐被看作是 Z 世代的邪恶代表人物。那么，麦肯齐到底犯下了什么罪行？他的人生是如何走向毁灭的呢？我将用倒转时间线的方式，一层层揭开麦肯齐飞车谋杀案背后的黑暗谜团。让我们目击这起真实案件——邪恶少女。大家好，我是云奇，目击黑暗，更清醒生活。这是一个不使用 AI 的频道，欢迎你订阅，成为真实案件目击者。现在我们去到案件的发生地——美国俄亥俄州。2022年11月4日，俄亥俄州斯特朗斯维尔的一个高速路上，数辆警车拉响警报，将一辆正在行驶的轿车逼停在了路边。执法记录仪展现了当时的情形，警探们逮捕了坐在副驾驶上的麦肯齐。他当时正在去往克利夫兰诊所进行复诊的途中，身体仍然没有从3个月前的车祸中完全恢复。车祸发生的时间是2022年7月31日凌晨，麦肯齐驾驶着一辆丰田凯美瑞以160公里的时速撞上了一面墙，他的大脑受到剧烈震荡，并伴随严重的脑出血，身体多处严重粉碎性骨折，包括肋骨和骨盆，内脏也有严重的挫伤和出血，但他幸运地活了下来。而这场车祸却造成了2人的死亡，他们是被麦肯齐开车撞到了吗？不是的，车祸中死亡的2人当时就坐在车里，一个是麦肯齐的男友20岁的多米尼克·卢梭，另一个是2人的共同好友19岁的达文·弗拉纳根。3人同车，2人死亡，而开车的麦肯齐却幸存了下来，并在3个月后被警方以谋杀罪名逮捕。从警方的记录仪影像中看到，麦肯齐哭着哀求警员：“你能小心点摘掉这个吗？这样就不会弄断我的手链了。”他在被逮捕时关心的竟然是自己的手链，这成了麦肯齐给公众留下的自私冷漠形象的第一个重要画面。案件在2023年8月开庭审理，麦肯齐放弃了陪审团审判的宪法权利，选择了法官独任审判，将这个案件的审理和判决权利完全交由法官南希·卢索。麦肯齐始终声称，他完全不记得车祸发生前后车里的情况。检方找到了街道监控画面，显示7月31日凌晨5点45分左右，麦肯齐驾驶的车辆行驶到了斯特朗斯维尔的普拉格雷斯路附近，先是正常转弯，进入了偏僻的商业园区路段，然后猛然加速。事故在5秒钟之后发生，并且汽车在冲向终点前，路面上传来了刺耳的轮胎撕裂声。检方技术专家判定，这是司机用极大的力量拼命拉扯方向盘导致的。在时速160公里的情况下，汽车很可能会因为巨大的惯性直接滑出公路，但这辆丰田车没有发生任何侧滑或甩尾，它笔直地撞进了那堵红砖墙的正中央。这表明当时驾驶车辆的麦肯齐双手死死抓住了方向盘，并通过高频且强烈的左右修正，确保汽车撞向正前方。由此，检方认定这不是一起普通交通肇事。其次，现场碰撞报告证实，从车辆开始疯狂加速到最终撞击墙面的过程中，地面上没有留下任何刹车痕迹，只有在撞击前极其微小的几分之一秒内，
车辆的后尾刹车灯曾亮起过，但检方的汽车安全专家明确指出，这个点亮动作是丰田汽车自带的防碰撞主动安全系统，在侦测到前方有障碍物，并且司机没有减速时，系统自动触发的后尾灯警示。也就是说，麦肯齐在驾驶车辆撞向墙面时，他始终紧踩油门，完全没有进行过刹车。检方因此将麦肯齐的行为判定为对同车的多米尼克和达文进行了谋杀。这些证据对比麦肯齐的完全失忆的表述，使得他的形象由自私冷漠逐渐变为邪恶。但麦肯齐的父母却坚决提出了质疑，如果麦肯齐飞车160公里是为了谋杀同车的2人，那么他怎么确保自己能活下来呢？麦肯齐父母表示，麦肯齐和男友多米尼克非常相爱，同时他也热爱生活，有着成为模特的梦想，从来没有过自我结束的念头，因此绝无可能发起这样的自杀式攻击。那么是醉酒驾驶吗？根据检测报告证实，当晚麦肯齐体内没有任何酒精残留，虽然事发现场的背包中搜查出了叶子、迷幻蘑菇等软性药物，但也没有在麦肯齐体内检测到这些物质的残留痕迹，也就是说，不存在醉驾或者毒驾的可能性。麦肯齐的母亲娜塔莉作为证人，给出了一个事故的可能性 ：POTS， 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症。这是一种自主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导致的病症。POTS 患者在长时间驾车、突发情绪波动或者遭遇气压变化时，心率异常飙升，引发严重的头晕，甚至导致患者在极短时间内完全丧失意识，也就是断片。我们把时间往前拉回2022年7月30日夜晚，麦肯齐、多米尼克、达文和他们的共同朋友一对情侣罗斯和巴布在罗斯的家中聚会。那晚的气氛轻松且日常，年轻人们聚在一起听音乐、聊天，探讨着毕业后的未来规划。罗斯表示，麦肯齐和多米尼克整晚都待在一起，两人十分亲密，没有爆发过任何激烈的冲突。达文也因为正在申请学校而心情愉快。7月31日的凌晨5点左右，众人决定回家。达文原本计划坐巴布的车回家，但在麦肯齐的热情招呼下，他坐上了那辆由麦肯齐驾驶的丰田车。根据麦肯齐父母的推断，麦肯齐当时已经处于严重的疲惫缺觉状态。当车辆行驶到普拉格雷斯路段时， POTS 突然发作，他的大脑供血瞬间中断，整个人陷入了深度昏厥。而他的右脚却因为全身脱力而直挺挺地压在了油门上，从而无意识地将车速加到了160公里，最终引发了这场车祸惨剧。如果麦肯齐是因为 POTS 发作陷入了昏厥，那么他在这一场严重车祸之前有没有确诊过 POTS 呢？麦肯齐母亲娜塔莉作证表示，麦肯齐早在2017年被确诊为 POTS 患者。多米尼克也对此知情，他经常主动研究麦肯齐的饮食，随时注意帮他补充盐分，以缓解他的头晕症状。而就在车祸发生前不久，麦肯齐就经历过一次非常严重的 POTS 病情发作。但在庭审中，检方对娜塔莉的证词给予了反驳。麦肯齐在2020年首次申请了临时驾照，2021年申请了正式的青少年驾照。这2次的驾照申请表上都有母亲娜塔莉作为监护人的签名。申请表上明确标有是否存在可能导致意识丧失或影响驾驶的医疗状况。这个问题，娜塔莉填写了否。也就是说，如果麦肯齐在2017年已经确诊了 POTS， 要么母亲娜塔莉在给他申请驾照时撒了谎，要么是在这个案件中撒了谎。检方给出了更多证据。车辆残骸内部的物理痕迹显示，在高速行进的最后几秒钟内，档位曾被换至空档，但很快又被再次拉回到前进档。这显示当时在车内发生了对车辆控制权的激烈争夺，很可能坐在副驾驶的多米尼克尝试将车拉回到空档，以避免撞击发生，但最终失败了。这强力反驳了麦肯齐母亲的说法。
如果麦肯齐当时 POTS 发作，陷入了昏厥状态，怎么可能进行换挡呢？更让人细思极恐的是，麦肯齐的手机定位数据显示，这场惨烈车祸发生的前3天，他的手机曾在同样的深夜时间段出现在案发位置。对此，他无法给出合理解释。到这里，案件指向了一个关键问题：麦肯齐有谋杀多米尼克和达文的动机吗？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拉回到2019年，当时麦肯齐刚满15岁，他进入高中，遇见了大3岁的多米尼克，两人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多米尼克·卢梭于2001年9月24日出生在斯特朗斯维尔，他对音乐、篮球和股票交易有着浓厚兴趣，同时他很有商业头脑，在高中时期已经开始着手创立个人服装品牌，并且经济独立。他的父母弗兰克和克里斯蒂娜离异多年，他独自住在母亲名下的一栋房子里。从2021年开始，麦肯齐就频繁留在多米尼克家过夜，并在2022年初正式搬入同居。多米尼克的母亲就住在隔壁的房子里，他没有提出过反对意见。而这个时候，麦肯齐只有17岁，他的父母对这段同居生活竟然表示赞同和支持。母亲娜塔莉向媒体表示，麦肯齐和多米尼克的感情生活非常稳定和甜蜜，两人会一起下厨，会计划未来的生活。但是，两人之间的93000多条短信展现出来的却是一幅截然不同的画面。在恋爱初期，麦肯齐就毫不隐藏强烈的物质要求，他要多米尼克给他买名牌包和昂贵的服装。而情感方面，他也表现出了强烈的控制欲。2020年1月，他发信息指责多米尼克：“你为什么不说，麦肯齐，你看起来这么好？”紧接着，他以命令的口吻写道：“别拉低我，你只能赞美我。”当多米尼克提出放学后各自回家时，麦肯齐用全大写字母的控诉语气写道：“你很刻薄，你把我当屎一样对待，而我把你当该死的神一样对待。”多米尼克在表达了自己的窒息感之后，立刻收到了麦肯齐的威胁性短信：“我只想把我的头撞在墙上，直到我死掉。”两人的情感依恋逐步演变成了一种权力控制。很显然，这是一段有毒关系，但这并不是一场麦肯齐对多米尼克的单向霸凌。多米尼克同样展现出了可怕的控制欲，他对麦肯齐在社交媒体上的活跃度、衣着、姿态有着强烈的占有欲。2022年1月，他在给麦肯齐的信息中这样写道：“我只是想理解你为什么发那些照片。我知道你看起来很可爱，但我觉得你不用那么挑逗。”麦肯齐对此的回应是：“如果你应付不了我这样的酷女孩，那就滚开吧。”多米尼克有离开过吗？有过无数次。两人不断的分手又快速复合，而提出的人、挽回的人，大多数时候都是多米尼克。他曾给麦肯齐发出过这样的短信：“你可以拔出一把刀，说你要捅我，我也会留在你身边。”案发的2周前，2022年7月17日，麦肯齐和多米尼克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起极其严重的车辆失控冲突。当天中午12点45分左右，麦肯齐惊恐地向多米尼克的母亲克里斯蒂娜发去了求救短信，他反复强调多米尼克对他发出了死亡威胁。而在同一时间，多米尼克也给母亲拨打了电话，在电话中，他语气平静，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说法。他声称是麦肯齐表现得极为疯狂，威胁要在高速公路上撞车。这个事件直到今天也没能解开真相，没有人能说清楚当天到底是谁试图用撞车去制造危机。而这场危机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最终在2周后忽然爆炸。这段有毒关系中的情侣一死一伤，而达文只是上错了车的无辜者。达文·弗兰纳根出生于2003年3月11日，他在8岁时和2个妹妹一同被詹米和斯科特夫妇收养。达文曾是高中橄榄球校队的明星跑卫，但因为腿部受伤，遗憾退出了球队。车祸发生时，他正在申请全中美发学院。
梦想在未来开设一间属于自己的理发店。这个梦想随着他的生命一同在车祸中消逝。他的妹妹在法庭上大声宣读了一封给麦肯齐的信件，表示他和家人永远都不会原谅麦肯齐，并请求法庭给予麦肯齐最严厉的处罚。为什么他们会如此决绝呢？因为车祸发生的2天后，达文的妹妹发现刚从抢救中苏醒的麦肯齐以及他的母亲娜塔莉居然在 Instagram 上回复了某时装品牌邀请他在伤愈之后担任模特的邀约，留言中看不到任何对于事故的伤痛和悔恨。不仅如此，车祸发生3个月后，麦肯齐在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竟然化着精致的妆容，把自己打扮成了亡灵的形象，和朋友们参加了万圣节派对。他还在 TikTok 上发布了对嘴唱歌的短影片，配的歌词竟然是“我就是那个让你为之死去的女孩”。透过这条短影片，清楚呈现出来的是一个邪恶少女。案件审判落幕，麦肯齐虽然被判处了2项终身监禁，但因为法官判定刑期合并执行，所以他最快在2037年34岁时就有机会申请假释。面对这个判决结果，达文的家人感到无比愤怒，而麦肯齐却在公众的质疑声中躲进了监狱门后。他的牢狱生活并不是想象中的艰难，反而像一场特别的度假。3年后的一部纪录片意外地揭开了其中更多的真相。我们把时间拉回当下，2026年5月，网飞上线了一部名为《青春撞击》的纪录片。这是案发后麦肯齐第一次面对镜头发声。他表示对多米尼克和达文的死怀有巨大的悔恨，但坚称自己是因为 POTS 发作导致了车祸，并至今无法回忆起当时的情形。纪录片迅速引爆了舆论，不仅因为他的这番言论，更因为他在纪录片中的出镜形象。福星中的麦肯齐出现在摄影机前，画着极为精致的全妆，甚至还精心梳理了一个高耸的时尚发髻。这个高度贴近当下网红审美的形象，和他的罪行以及他声称的悔恨情绪之间充满了违和感，让观看过纪录片的观众感到强烈的不适。随着舆论发酵，在 TikTok 上出现了一系列关于麦肯齐的爆料视频。爆料人叫凯特，他曾和麦肯齐在同一监狱服刑，现已出狱。凯特说，麦肯齐在监狱中依靠母亲娜塔莉提供的资助，过着舒适的特权生活，甚至有个外号叫监狱公主。她四处走动，结交狱友，为其他囚犯购买监狱商店的物品，以此雇佣他们为自己提供脚部护理和美甲服务。她最关心的话题仍然是自己的容貌，并持续经营着网红形象。凯特透露，麦肯齐表现出极度的缺爱且充满控制欲，在入狱后的短时间内便连续和不同的女性囚犯建立了4段恋爱关系，每一段关系都几乎复制了他和多米尼克之间那种充满戏剧性的病态相处模式。有人质疑凯特的爆料是为了博取流量和关注进行了造谣，但是俄亥俄州女性教养所官方披露的违规罚单印证了凯特的爆料。记录显示，麦肯齐因长期持有和使用各类违禁品而多次受罚。此外，他还面临违规使用药物的指控，而最严重的是一张性罚单。麦肯齐曾利用监管漏洞和一名已经出狱的女犯人进行过多次带有露骨内容的违规视频通话。麦肯齐的这些行动都进一步深化了公众心中的那个邪恶少女形象，而他在纪录片中的忏悔表现可以说是一场灾难。在采访的尾声，麦肯齐说完他的道歉声明之后，停了一会儿，然后转头看向镜头外，低声询问他的律师：“我说完了需要说的话了吗？我做完了需要做的事了吗？确定吗？”因为他还带着采访的麦克风，所以这个片段被忠实地留在了纪录片中，彻底展现了他只是在进行一场公关表演，并没有半点对于受害者的真诚忏悔。这一场表演失败了，麦肯齐会就此放弃吗？
在纪录片引发了巨大的舆论反弹之后，麦肯齐的父母没有放弃，他们登上了一档真实犯罪播客节目《科莫犯罪时间》。在访谈中，母亲娜塔莉仍然坚称女儿是 POTS 并发，引发了车祸，并对那9万多条充满控制和威胁的短信进行了回应。她表示，这些短信内容在脱离了时空背景之后，被大众刻意扭曲了。当主持人问到关于麦肯齐在监狱中受到的处罚记录时，娜塔莉逐一进行了反驳。所谓的违禁品并不是管制药物，只是麦肯齐偷拿了其他囚犯的闹钟、枕头等小物品。关于违规使用药物，只是麦肯齐偷偷吃了一个囚犯的孕妇维生素，这也不过是健康焦虑的无害举动。娜塔莉没有否认麦肯齐在狱中的多段新恋情，她表示，多米尼克已经去世了，麦肯齐不能永远活在悲伤中，向前看是可以理解的。而关于那些露骨的视频电话，娜塔莉不愿多做回应，她认为那只是年轻人在20出头时都会有的火辣对话。似乎在这个母亲看来，女儿做的所有事情都有正当理由，都是正确的，包括那场由她引发的夺命车祸。麦肯齐的父亲史蒂夫做了什么呢？他在纪录片中对于麦肯齐长期抽叶子发表了惊人言论。他表示，完全清楚女儿的这个习惯，比起使用其他的违禁药物来说，抽叶子好很多。这对夫妻不仅在媒体上极力为麦肯齐辩护，还积极采取了法律行动。他们帮助麦肯齐进行了2次上诉，第一次上诉被法院驳回，第2次上诉因辩护团队犯了一个低级错误，算漏了2024年的闰年时效，导致申请书的提交时间比法定截止日期晚了1天，因此被俄亥俄州最高法院拒绝。他们更换了新的律师团队，正在研究其他的法律途径，同时在脸书上建立了一个叫做“释放麦肯齐”的页面，召集那些仍然相信麦肯齐是无辜者的网友共同发声。在我看来，麦肯齐踩死油门撞墙的行为是一种青少年特有的冲动，而他在狱中的表现是极度的冷漠和自私。画着美美的妆容出现在纪录片中，则是傲慢和愚蠢。当这些所有的特质交织在一起，成了致命邪恶。通过麦肯齐父母偏执和近乎疯狂的表现，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画面：2004年8月的一天，俄亥俄州一家普通医院中，伴随着清脆的啼哭，一个新生儿来到了世界上。娜塔莉和史蒂夫将他紧紧抱在怀里，为他取名麦肯齐。那个时刻，麦肯齐只是一个纯真的婴儿。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邪恶少女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评论和点赞都能帮助到这个频道，让我们可以继续目击黑暗，更清醒生活。我是目击者云奇，我们下次再见。